你们有没有发现中国经济怎么越来越差了？有人说这是周期性调整，经济规律，风水轮流转。不好意思，听到这种说法真是把我笑晕了。因为如果真的是周期，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别人家经济能从谷底爬上来，而中国呢，像掉进了深坑里之后，不是努力向上爬，而是拿着大铁锹还在用力往下挖呢？原因很简单，这不是周期性原因，而是人为原因，是政策硬生生把经济搞死的。过去10几年，万岁爷最大的政治成就就是把所有经济问题都政治化。企业不能只想着赚钱，要讲政治；学术不能只搞研究，也要讲政治。连吃个饭、说个话都能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。这套思路对政治巩固权力有用，但对经济呢，就一句话，是毁灭性的打击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互联网大厂阿里巴巴和腾讯，本来是中国最有竞争力、最有希望冲出亚洲的企业。结果因为一句资本无序扩张，一夜之间从世界级公司变成了地方小厂，股价直接腰斩，市值蒸发几千亿美元。投资人看到这个场景学到的第一课就是，中国股市不是看业绩，是看领导心情。今天他高兴，给你上市；明天他皱个眉，你直接跌停。这也告诉我们一个投资原则，投资市场最怕的不是业绩亏损，而是政策风险。在一个法治环境不确定的地方，股票投资就像赌博，你永远不知道庄家下一步出什么牌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外资撤离了？为什么台港新加坡的投资人宁愿去美国买特斯拉，也不敢买阿里？因为人家很明白，在中国，钱不是投在公司的，而是投在制度上的。说完股票，再看房地产。房地产在过去20年是中国人唯一的理财神器，人人都觉得房子只涨不跌。结果呢？房子确实涨了10几年，但万岁爷上台后喊了一句，让房子稳着陆。从此地方政府没了卖地收入，开发商现金链断裂，老百姓买的房子烂尾。你说讽刺不讽刺？本来房地产是政府的提款机，结果最后变成了政府的炸药包。恒大、碧桂园这些巨头接连暴雷，楼市信心直接崩盘。老百姓辛辛苦苦几十年的存款，一夜之间变成一堆烂尾楼里的钢筋水泥。这就印证了一句话，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尤其是房地产这种流动性差、受政策强管控的资产，一旦出事就是灭顶之灾。保险基金、全球资产配置才是正常社会的财富分散手段。但中国人哪有别的选择呢？外汇管制在那儿摆着呢，你想把钱送出国，没那么容易。这就引出了银行和保险的问题。银行坏账堆积如山，但对外还在装坚挺。老百姓的钱存在银行里，看起来安全，其实银行是最怕挤兑的。只要大家同时去取钱，分分钟倒闭。所以正常国家的人会买保险、买基金、买债券，把风险分散掉。但中国老百姓被教育成最安全的就是把钱存在银行。最后一旦系统性危机爆发，受害的就是这些守规矩的人。更荒唐的是，政府自己天天告诉老百姓要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，但公务员编制不砍，基建项目不停，军费还在涨，钱都投在这些面子工程和维稳开销上了，哪里还有钱搞产业升级呢？这就形成了一个死亡循环。政治优先，企业就没信心，投资人陆续撤离，导致就业萎缩，消费持续低迷，这时政府再加税加债，经济就越来越差。你看，一个国家的经济就是这样被政治绑架的，你知道吗？中国今天的问题其实不是全世界独一份的。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泡沫破裂之后，房价腰斩，股市崩盘，失落30年。可就算这样，日本的制度至少保障了社会秩序，普通人的存款依然安全，福利制度依然兜底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的企业开始转型，技术创新，全球化布局，反而让日本今天依旧是世界经济大国。人家遇到谷底是改革，中国遇到谷底是加码错误，这就是差别。还有新加坡，新加坡在上世纪60年代刚独立时，穷得连淡水都要进口，可是人家政府选择的是开放、引资、搞教育、发展金融中心。几十年后，新加坡从穷国爬到世界前列，成为人均 GDP 全球领先的国家。对比之下，中国明明手里有巨大市场和人口红利，却在领导人一声令下后，把机会全部浪费掉了。人家努力往前走，中国却在用力往后退。说到这里，很多人会问，那普通人怎么办？大环境已经烂成这样了，我们还能做什么？当然可以做，既然国家不想着国民，那国民就要自己站起来，绝不能因为国家政策失败而连累自己了。
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认清现实，不要再做所谓的中国梦了。中国的经济问题不是1-2年能解决的，这是体制性的、结构性的结果。一个领导的思路决定了经济的方向，而这个方向已经走了10几年。所以你不要指望房地产能回暖，不要指望股市一直都是牛市，更不要指望人民币能一直坚挺。这时候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保命比赚钱更重要。投资不是为了暴富，而是为了不被收割。第二就是我们要学会分散风险，你不能把所有钱都压在房子上，也不能只存银行。如果只把钱压在房子上，结果就是一辈子都套在钢筋水泥里。所以理财的第一步就是资产配置，股票、债券、现金、保险、海外资产，合理分配比例，就算某一块崩了，其他还能兜底，这叫财务安全垫。第三，别再迷信权威，自己要有判断力。政府说房地产会涨，那你得问，涨到谁手里？官媒说股市是国运，那你得问，国运到底掌握在谁手里？银行说你的存款很安全，那你得想，一旦坏账爆了，这个安全还有没有？真正的理财不是看财经新闻的标题，而是看背后的逻辑。逻辑是什么？就是钱流向哪里，风险在哪里，谁有控制权。第四，把视野放宽，不要只盯着一个市场。台湾人很多喜欢买台股，香港人买港股，新加坡人买本地房产。但你们要记住，中国大陆的例子就在眼前，一个市场只要被权力绑架，就能瞬间崩盘。所以要多看海外市场，多看国际资产配置。有条件的美元资产、黄金，甚至加密货币，都是对冲风险的工具。第五，学会给自己上保险。这里的保险不是简单买个医疗险，而是全方位的风险对冲。比如你要考虑家庭财务，万一失业，万一健康出问题，怎么保证生活不会坠落？这其实就是商业管理思维，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公司来经营，收入是营收，支出是成本，资产是固定投资，保险就是风险管理。如果一个家庭都没法做到财务稳健，那谈什么未来？再回到宏观层面，万岁爷执政这10几年里，最讽刺的就是他打着共同富裕的旗号，结果富的人把钱转走了，剩下的老百姓更穷了。中国社会今天的财富差距比10年前还要大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所谓的宏大叙事，最后受害的永远是底层。这对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，不要相信口号，只相信钱的逻辑。钱最怕不自由，钱最怕被绑架。所以能动的资金要尽量保持流动性，能分散的资产要尽量分散，不要被一时的宣传忽悠，更不要拿一辈子的积蓄去赌一个体制的脸色。政治决定大环境，经济影响市场，市场再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荷包。在坏时代里，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让自己的财富更聪明，少一点盲从，多一点防守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你对中国经济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。我是小夏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